Hello，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来聊一个在越南搭讪女生的案例。前一段时间呢，我发了几个视频，关于如何在越南找老婆的，其中呢就提到了几个去认识越南女生的途径。其中一个途径呢就是搭讪，在公共的休闲的场所向越南女生搭讪。有个朋友啊，看了我这几个视频以后啊，就去实践了一下。他现在就在越南。但是为了保护他的个人隐私啊，我就不透露他具体在越南什么地方了。这个朋友呢搭讪了不少越南女生，但是结果不是很理想，以至于让他都有点怀疑我在视频中介绍的几个途径是否靠谱。首先呢，我在这里表明一下我的立场啊，我个人觉得搭讪这个途径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刚到越南不久还没有什么朋友圈的外国人来讲，这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可以认识到新朋友的方式。但是具体能不能够成功，就看你怎么去用，如何去搭讪。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是如何去搭讪的。这个朋友啊，主要是通过在健身房、海边等场所一共搭讪了10个左右的女生，而被他搭讪的对象呢，主要就是2个在一起的女生，或者是一个人单独行动的女生。那么他是如何去搭讪的呢？非常简单的几句话。首先呢，他就向对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中国人。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向对方表明了自己的目的，我想练习越南语，想和你认识一下，可以吗？大家觉得这个方式怎么样？那么这个朋友得到的结果呢是不太理想的，就像他对我说的，天天搭讪，天天被拒。后来我就问他，你具体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人家是如何拒绝你的？他告诉我主要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他通过以上的简单直接的方式去和别人搭讪以后对方摆手直接拒绝了他。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女生表面上还比较客气，并且把联系方式都留给他了，但是呢，就是不通过他的好友请求。就算有些女生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但是不回复他的短信，就算回复了他的短信也总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拒绝出来和他再见面。第3种情况呢，就是在他搭讪2个在一起的女生的时候通常呢，其中有一个女生会把联系方式留给他，而通常留联系方式给他的那个女生呢，又是这2个女生中长得不是那么漂亮的一个，这当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了，他是想要那个长得更漂亮的女生的联系方式。好了，这3种情况呢，就是这位朋友通过以上的简单直接的方式去搭讪以后所得到的结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首先我们看第一种情况，就是他以上面的方式去搭讪以后，对方直接拒绝了他。那么对方为什么会拒绝他呢？如果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的话，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在一个公共的场合，有一个陌生的女生来跟你搭讪，你为什么会拒绝她？这里可能会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如果这个女生的外表达不到你的审美标准，那你是不是就会拒绝她？这里的拒绝呢，是一种理性的拒绝，因为她的外表不符合你的审美标准，你不喜欢她，你不想和她交朋友，都不想和她多说几句话。这种拒绝是经过你的大脑的理性的思考的，这是一种理性的有意识的拒绝。如果这个女生的外表是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那么你还是有可能会拒绝她。为什么会拒绝她呢？因为这是在公共场合你有可能会不好意思。当你感觉到不好意思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做出一个下意识的反应，拒绝她？这是一个下意识的拒绝，也可能后来你想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到有点后悔，但是呢，当时你就做出了那种下意识的反应而拒绝了她。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你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你的脸皮比较厚，不会不好意思，但是呢，你对他有防范心理，你不相信他，你不知道他来跟你搭讪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向你推销什么产品，或者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比方说骗你一点钱，然后你也会下意识的去拒绝他。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的反应。通过刚刚的换位思考我们了解到了3种情况下你会拒绝对方。所以说女生来找男生搭讪，比男生去找女生搭讪更容易成功一些。
但是这个主动搭讪的一方被拒绝的理由啊是相通的。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至少有这3种原因了，女方是会拒绝你的搭讪的。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我们看第一种情况啊，如果对方是因为有意识的经过理性的思考后来拒绝你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就不要再去浪费时间了。因为对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你的外表达不到他的标准，他不喜欢你，对你没什么好感，也许只是因为你的外表，或者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但是这种拒绝啊，对方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而不是一种下意识的拒绝的反应。而第二种情况呢，如果对方是因为不好意思来拒绝你的，或者是说他对你有防范的心理才拒绝你的，这2种呢是一种下意识的拒绝反应。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还是有50%的机会。那么如果对方是因为不好意思来拒绝你的，你应该怎么去做呢？如何才能让对方不拒绝你呢？不好意思啊，在某种程度上啊，和一个词语可以划等号，那就是尴尬。如果你要想让对方不拒绝你，那么就要让对方不要感到尴尬，不要让他不好意思。那么如何去做呢？在这种情况下，尴尬的反义词就是自然。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你们的谈话比较自然。如果你要想让对方也感觉到自然的话，自然而且舒服的话，你自己就要表现得自然一点。那么如何去表现得自然呢？我在这里举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例子啊，比方说你去应聘一个工作，去参加面试，很多人呢在参加面试的时候都会紧张。为什么会紧张呢？因为不自信。紧张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对自己的什么不自信啊？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这个能力呢，可以包含了自己过往的阅历，还有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他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和自己应聘的这个岗位的要求不太匹配。这就像一个天平一样，这边是你的能力，这边是那个岗位的要求，这个天平不平衡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就会感觉到紧张。那么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很轻易的去胜任那个岗位的，那么你还会感觉到紧张吗？如果你不感觉到紧张那你们的谈话就会比较自然。那么如何做才能够去让这个天平平衡呢？一边是自己的能力，一边是这个岗位的要求。想要他们达到平衡呢，就只有2种方法，要么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要么就是去找一个要求不是那么高的工作。那么你的能力在短时间内如何去提升呢？你过往的工作经历，也就是说你的阅历，在短时间内是没法去提升的。也许有人会说有一种自我激励的方式，就是打鸡血的方式有可能让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在短时间内提升，但是你的阅历在短时间内是没办法去提升的，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更靠谱的方式呢，就是降低你的期望，去找一个要求不是那么高的工作，和你的能力是相匹配的。但是呢，也有可能你应聘了一个岗位要求比较高的工作，而且呢，你已经坐在了面试官的面前，那应该怎么去办呢？除了给自己打鸡血之外，也可以去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如何去降低呢？如果你觉得我是否能够通过这个面试是无所谓的，我过来呢只是来锻炼一下自己，来了解一下这种高级的岗位到底它的面试是个什么样子的，那么你还会有那么紧张吗？因为你不会太去在乎那个结果了，也就不会有那么紧张了。如果没有那么紧张的话，是不是就会显得比较自然呢？同样的道理把这个运用到我们的搭讪上面来。你去搭讪的目的是什么？就像这个朋友的例子一样，他去和对方搭讪的时候表明了自己的目的我想和你认识就是想和你交朋友这个期望呢高不高我们去搭讪呢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但是呢，这个目的会让你感觉到紧张，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期望。在第一次和一个陌生人去接触的时候就想让别人同意和你交朋友，这个期望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如果你想让自己表现得自然一点，那么就降低你心里的期望值。你要在潜意识里面暗示自己，我这次去聊天仅仅只是想去聊一下天，仅仅想从对方的口中了解一下越南的风土人情，了解一下越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了解一下越南女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就足够了。不要把你的目的性表现得那么明显，
给自己增加压力，也给对方增加压力。如果这个样子去做，你是不是就能够做到自然？做到自然了，是不是就少了尴尬？少了尴尬就没有不好意思了，那么被拒绝的可能性是不是就变小了？那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对方不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是对你有防范心理，他不相信你。一般情况下，当你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对他有防范心理？如果你觉得他是个好人的话，你对他还有没有防范心理？可能你的防范心理会比较少。所以你就要让对方去相信你是一个好人，而不是坏人。那么如何才让对方能够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呢？在你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对方对你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办法去给你做背景调查，也没有办法去通过你的朋友去了解你，那么只能通过什么样来了解你呢？也就是你的外表、衣着打扮，还有你的言谈举止，只能通过这2个方面来了解你。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你的长相和身高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你能够控制的是什么呢？你的发型、衣着打扮，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发型，不需要是浑身的名牌，也不需要穿的花花绿绿，也不需要去做个什么奇特的发型，穿的自然一点就好，朴素一点，但是要干净整洁，至少要让对方在观感上面比较舒服。那么你的言谈举止呢，如何才能让对方感觉到舒服呢？如果让对方能够感觉到舒服，对方对你的防范心理就会比较少。如何让对方去感觉到舒服呢？如果你是非常有礼貌的，如果你和别人的谈话是非常的自然的，那对方是不是会感觉到舒服一些？那么如何做到礼貌呢？这个礼貌就不用我多讲了吧，谁都知道如何去礼貌待人。那么如何去做到自然呢？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好了，以上就是关于第一种情况的分析，对方为什么会拒绝你。接着我们再来看第2种情况。第2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女生呢，表面上面比较客气把联系方式留给你了，但是呢，她就是不通过你的好友请求，就算通过了好友请求她也不回复你的短信，就算回复了你的短信你也把她再约不出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不太懂因为在中国你去搭讪一个陌生的女生，如果这个女生愿意把联系方式留给你的话，你可能是成功了一半。但是呢，在越南这个就行不通。为什么呢？这和越南人一个特质是有关的。越南人呢，大部分的越南人普遍比较有礼貌，他们从小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都接受这个礼貌教育，所以呢，大部分的越南人都是很有礼貌的。也许这个女生拒绝你就是因为出于礼貌的考虑，她觉得当面去拒绝你显得不太礼貌，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那么知道了这个原因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呢？其实如果走到这一步也没什么可以做的，因为你都不容易再去和对方见面了。如果再见面呢，那是你们的缘分。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你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不要过早的去放弃。毕竟人家已经把联系方式留给你了，你可以时不时的给对方发一点问候过去，但是这个频率呢不要太高了，不要给对方造成骚扰就好了。说不定呢，在哪一天对方就同意和你再聊一聊，同意和你交朋友了。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种情况的发生呢？就是要把第一步做好，就是要像我刚才所说的，在搭讪的时候就把它做好，然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在搭讪的时候不要迫不及待的随随便便的丢出了2-3句话，表明了一下自己的身份，表明了一下自己的目的，然后就找别人要联系方式。这样子去做会给你的心理造成一些打击的。所以呢，你在搭讪的时候要表现的自然一点，不要有太强的目的性，不要一开始就找别人要电话号码，不要一开始就要跟别人交朋友。刚开始呢，和别人多聊一聊，聊一些你们的基本信息，互相交换一下基本信息。你的家乡是哪里的？家里有多少人？工作是什么？在越南做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如果2个人聊得比较投缘的话，再去留联系方式，这也不晚。
如果聊得不投缘，那就不要去留了，留了也是没用的。现在来看第3种情况，就是这位朋友去搭讪2个在一起的女生的时候，通常呢，其中一个女生愿意把联系方式留给他，而通常呢，愿意留给他联系方式的女生又是这2个女生中长得不是那么漂亮的那个女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经常饿肚子的人和一个经常吃饱饭的人，他们看到食物的反应会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经常处于饥渴状态，一个人经常是酒足饭饱，哪个会对食物更感兴趣？放在这个例子上你过去搭讪的时候，你对于他们来讲就可以说是一个食物。那么这2个人中哪个对你会更有兴趣呢？通常长得更漂亮的女生，她不会缺对象的，她不会缺男朋友的。而长得不太漂亮的女生呢，在这方面相比那个长得更漂亮的女生，她的机会更少一点。所以当她看到机会的时候她的反应和那个更漂亮的女生的反应是会截然不同的。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通常留联系方式给你的女生是这2个女生中不太漂亮的那个女生。那么碰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去做呢？我的建议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个机会，哪怕你是不想和她去做男女朋友，做个普通朋友也是可以的嘛。如果你们能够成功的做成普通朋友的话，在将来你就有可能去走进他的朋友圈，那你是不是又可以多了很多认识一些新朋友的机会？而那个当时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更漂亮的女生，是不是他的朋友圈的一员？也许在当时那个更漂亮的女生她是有男朋友的，但是在将来她很有可能会出现分手的情况嘛。如果在她有男朋友的时候你没有机会，但是当她和前任分手了之后，再找到下一任的这个空档期，是不是你的机会？如果你拒绝了和那个长得不太漂亮的女生做朋友，那你就是不是失去了在她的空档区去接触这个更漂亮的女生的机会？那么除了这个女生之外她的朋友圈里面还有其他的女生呢。如果你拒绝了和这个女生交朋友你很有可能是丢失掉了很多的机会。也许你的机会就在这个女生的朋友圈之中。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拒绝一个可以交到新朋友的机会，特别是对于你在越南的朋友圈还不够大的时候。好了，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朋友通过以上简单直接的方式去搭讪女生之后碰到了3个问题的分析。总结一下，如果你想降低你在越南搭讪女生被拒绝的概率，那么应该怎么去做？首先你需要弄懂对方为什么会拒绝你。主要有2种拒绝，一种是理性的有意识的拒绝，这种拒绝呢，就是人家对你的第一眼没什么好感，不喜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另外一种拒绝呢，就是对方下意识的拒绝，这种拒绝不代表对方真正的去想拒绝你，只不过是因为他会感觉到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对你有防范心理，而做出了下意识的拒绝的反应，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2点，一种是礼貌，一种是自然，当然自然是最关键的，那么就很有可能去消除对方的尴尬，消除对方的防范心理，那么你被拒绝的概率是不是就降低了？另外，在你在越南的朋友圈还不够大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拒绝任何可以交到新朋友的机会。好了，最后祝大家在越南搭讪顺利。